酷的夢翻車了。哎呦，阿東啊很壞。有沒有看到這個新聞？這條新聞簡單的說，酷以前的員工說，酷覺得台灣人很自卑，他拍什麼台灣人都會看。台灣媒體看到這件事非常開心。哎呦，我們給穩固我們非常喜歡的故事是什麼故事呢？阿東啊很壞，台灣人很可憐，阿東啊都是在自己國家混不下去，所以來台灣騙台灣人的錢，騙台灣妹妹，說阿東啊趕快回家了，我們不要你。台灣媒體非常喜歡這個故事，而且這個新聞出來之後，伯恩或是吳鳳也表達意見。但是為什麼我要討論這件事情？這件事跟我頻道的議題就是認知戰有什麼關係？有啦，你沒有想到嗎？那是為什麼你應該要訂閱？因為阿多啊會簡單清楚跟你解釋。那第一個我想要問你的問題是：酷真的很壞嗎？他真的在貶低台灣人嗎？你是認真的看新聞嗎？或是只有看標題？還有酷說的話跟酷做的事情是一樣嗎？我知道問題太多了，我們慢慢來。首先，酷會不會覺得台灣人很自卑？說實話，我們不知道。這些新聞是很認真的研究這個議題嗎？開什麼玩笑吧！我問你。酷除了那個以前不滿意的員工之外，有沒有其他的員工？有，媒體有去採訪他們嗎？當然沒有。而且酷怎麼想一點都不重要，但是我們要看酷做了什麼。他基本上是在台灣開公司，所以他賺台灣人的錢沒有錯，但是他也是在台灣給其他人薪水，還有交稅。酷的影片很簡單，會帶來一些外國人來台灣體驗台灣文化。這樣的影片很多台灣人喜歡看，沒有錯。那是為什麼酷的影片流量非常大？那你覺得酷拍這樣的影片在貶低台灣人嗎？或是以前的員工說酷在貶低台灣人？因為這兩件事是完全不一樣，所以我拍這樣的影片不是在為酷辯護，也不是因為酷是外國人，我也是外國人，所以我想要為他辯護。因為這件事的背後有一個比較黑暗的故事。怎麼說呢？媒體非常主動的想要穩固這種概念，就是外國人說我愛台灣，事實上是為了騙台灣人的錢。事實上，外國人都是貶低台灣，亂下標題或是扭曲真相。這件事不是第一次看到。例如呢，5年前的我，那時候我是跟強強拍片，強強在開我的玩笑說，在台灣我們用傻小來說 hello， 不是我說的，是強強說的。看影片明明知道我們是在開玩笑，而且台語有髒話，跟台語是比較低級的語言完全無關。畢竟西班牙文的髒話比台語多，但是沒有一個人會覺得西班牙文是一個很低級的語言，因為語言本來不低級。說到這件事，我的台語不好，我不能等，但是我會曉講台語，你會曉講西班牙語。我發這部影片之後呢，隔天全台灣的媒體都在罵我，老外貶低台灣文化，黑叔是說台語的傻小是 hello 的意思，嚴重羞辱台語。有媒體真的研究這條新聞嗎？當然沒有。有人問我嗎？我還在等。但是那時候不只是被罵，有不少人想要來我家把我打死。謝謝媒體。那時候有一件事我誤會，我以為媒體是亂下標題，為了騙流量。但是那時候有一件事情我沒有看得很清楚。其實這樣的標題有一個目標，簡單的說，想要幫你洗腦，因為想要說服你一個故事。這個故事我幫你翻譯。如果有一個外國人敢說他愛台灣，或是在台灣落地生根，並不是因為台灣是很值得的國家，而是因為錢。如果有任何一個人說台灣棒棒，一定是收錢，應該是民進黨吧？這樣的言論代表台灣很爛。然後我跟你說，在台灣有不少媒體想要你這樣相信，而且在某一個程度上，他們非常成功。是因為台灣人很謙虛嗎？謙虛是一種美德嗎？我並不這樣認為。是因為台灣人很自卑嗎？我也不是這樣認為。那到底為什麼有這樣的言論？其實不管是以前的白色恐怖，或是現
在的台灣教育、台灣媒體一直都有一個共同點，就是想要說服你台灣很糟糕，台灣不值得，當地文化很低級。這個不是外國人說的，這個是白色恐怖洗你的腦。那為什麼有媒體或是有人想要你這樣相信？白色恐怖的時候，當然是因為國民黨必須控制台灣人民，因為他們是少數，要控制大數。那現在呢？現在有一個大國會想要你相信他們非常棒，你的很爛，所以只要有一個人跟你說台灣很棒，一定要攻擊他，尤其是如果那個人非常有名，例如酷。所以事實上，酷怎麼看台灣人，我個人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。但是你知道誰最不清楚嗎？就是媒體。但是為台灣發聲，支持台灣，公開說台灣是一個很值得的國家，這件事情只不過是因為收錢而說的。這種謊言的確是認知戰的一套，所以你不要被騙。今天我拍這樣的影片不是給酷看，而是鼓勵你多想一想，反對這種侮辱外國人跟侮辱台灣人的言論。那你怎麼看這件事？我是黑廚師，下次再會。